比特币出现重要买入信号吗？门头沟的抛压如何？川普昨天说了什么？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比特币的周线上面呢，我们即将出现 hash ribbon 的买入信号。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日线级别呢，我们已经出现讯号了。我们之前有提到啊，当比特币的价格呢低于矿工的成本的时候，那么矿工就会关机，而且这个时候矿工很有可能为了流动性而去抛售他们之前所挖到的比特币。那么比特币的矿工呢，在过去这段下跌里面呢，它其实也是有起到帮忙的。那么现在矿工又重新开机了过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矿工的抛压也已经完全告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当考虑到比特币买入成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拿矿工的成本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参照的价格。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 hash ribbon 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验证它的有效性。之前在周线上面呢 ，hash ribbon 它只出现了2次买入的信号，一次是在19000的时候，那另外一次呢，大约是在25000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在这2个点位去买入、加仓等等的话呢，这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要出现了，我们即将进入复苏期，并且很快呢，我们也会出现买入的信号。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其实我们过往比特币的历史呢，其实 hash ribbon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指标。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它就在最底部的位置，大概3500的位置呢，出现了买入的信号。那之后在10000以下的位置呢，疯狂的出现买入的信号，一共就出现了4次。那后来我们出现了大回调到30000之后呢，它也出现了买入的信号啊。如果说我们现货的加仓呢是按照 hash ribbon 来操作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上一轮呢获得非常非常完美的回报。那其实我们在上一轮也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来说一下这个指标它的逻辑啊。其实很简单，它上面呢只有2条线，我们来把级别切小一点点啊。它上面呢第一条是快线，这条快线显示的是当前的算力。那这条灰色线呢，显示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算力的平均值。所以你可以发现哦，当我们快线下穿到慢线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个时候矿工它已经开始关机了哦，也就是此时产生比特币的成本呢是要高过比特币当前市场的价格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布局，开始考虑慢慢买入的，尤其在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那这个比特币的买入的指标呢，我们可以用很简单，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去类比。就比如说啊，你在农场里面呢，你产生一颗苹果，你所需要的成本大约是20块好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谷贱伤农，现在2级市场上面呢，一颗苹果的价格只要15块，那这个时候肯定很值得大量的买入苹果，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比特币也是一样的道理，当连矿工它生产比特币的成本啊都要高于现在比特币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买入时机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的快线呢上穿慢线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的算力开始复苏了。其实很简单，也就是这些矿工它开始开机了。为什么他们会开始开机了呢？因为现在的价格是矿工可以产生出利润的。那出现买入信号呢，除了我们要进入复苏期之外呢，我们也必须有均线多头的均线的条件。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买入信号之后呢，其实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比特币这轮牛市最后一个很好的加仓点了。因为你说如果再上去了之后到8万、9万啊等等，你说再加上的话，其实这个空间呢也会变得越来越有限起来。那为什么我还认为这次的信号它会非常重要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过在这轮牛市呢，基本上比特币只要维持在8万多，我们之前有看过一组数据大概在8万多之上，那么矿工就不会再出现投降的算力下降、矿工投降的这种状况了。也就是之后这个指标呢就不太会出现了，只要我们这里上去的话。所以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至少在很大很大的回调之前的最后一次。那尤其我们又在即将突破前高这个时候出现，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赚，比如说上涨10%，你就可以赚$50，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你可以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主流的币种全部都有。
那输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我们再来看一下门头沟的抛压状况啊。其实我们在这波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从53400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接受门头沟的抛压，我们依然能产生这样子的上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门头沟的抛压如何。目前门头沟它有很多的偿还的款项呢是在 Kraken 交易所。那简单啊，我们直接从 Kraken 交易所上面的这些交易量啊，还有流出的状况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些门头沟的债权人呢，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得到的这些赔款。首先，我们先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拿到赔款的话，在 Kraken 交易所，如果你想卖出，你会怎么做？很简单，在上面直接把它用市价或者说现价，用现货的方式去卖掉。那我们就直接看 Kraken 的现货交易对的交易量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段时间呢，门头沟分发他们的债权的时候呢，它的交易量，现货的交易量其实并没有显著的上升，那就表示其实这些债权他们拿到他们的款项之后呢，并没有恐慌式的抛售在 Kraken 交易所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占比呢是没有很显著的拉高的，有变高没错，但是没有很显著的拉高啊。你说跟前面呢，某些状况其实也不会差到太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如果你没有卖的话，你还可能怎么处理？那就是提走咯。那我们来看一下在 Kraken 交易所上面的提出的数据，没错，我们在 Kraken 交易所呢，确实在这段时间看到了很明显的流出量，也就是其实很多债权人他们把他们拿到的比特币提走了啊，提到他们的冷钱包或者说其他的交易所里面，也就是他们没有在 Kraken 上面直接卖出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100%知道事情的全貌，但是我认为呢，这些债权人他们很有可能会继续的持有，或者是说呢，他们没有短期卖出的计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Kraken 交易所上面的交易量不大，而且他们并没有产生出现货的折价状况，所以这些债权人他们想卖出，他们并没有理由不在 Kraken 上面做卖出。那我们知道交易量很小，然后流出量又很大的情况下，我认为他们非常有可能并不是提到其他的交易所里面卖出，而是呢直接放进冷钱包里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状况。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最近的比特币呢，它对于门头沟其实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大，也就是大家完全高估了门头沟的影响力了。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川普的说的内容。其实我说实话了，昨天川普在演讲的时候呢，我是全程看完的。他演讲50分钟，然后迟到1个小时。对，昨天其实有在跟群友大家聊天，我们来讲一下他几个重点吧。其实他昨天确实也说了很多利多加密货币的内容比如说呢，他说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会开除 SEC 的主席 Gary Gensler， 也就是之前呢比较对加密货币不友好的 SEC 主席。他说他会更换一名支持比特币的 SEC 主席我们都知道，之前 SEC 一下起诉 Coinbase， 一下起诉币安，一下又说以太坊等等是证券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利多。而且呢，他说担任总统的期间不会有央行数位货币，也就是俗称的 CBDC 其实央行数位货币对于加密货币、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是很大很沉重的打击就等于说这个数位货币它本身是有政府在背书的，那肯定会打击到我们加密货币、比特币、以太坊的生存。那再来是他会成立比特币加密货币的顾问委员会，他对加密货币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他有提到，因为现在美国也是在跟中国竞争当中嘛。如果说美国不这样做，那么中国就会慢慢接受比特币，并且呢，他不会让美国出售目前美国政府所持有的加密货币。其实目前美国呢，光比特币就持有213000颗，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因为我们要知道，前阵子德国政府的抛售，它仅仅抛售了不到5万颗那美国是持有21万颗，你可以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不会出售美国任何的比特币，而且他会把这些比特币呢作为美国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而且他会让美国呢变成挖矿比特币最便宜的国家，也就是会降低美国挖矿的电力成本并且让比特币呢大多数都在美国生产，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并且川普在最后呢有提到千万别卖出你手上的比特币，然后那市场呢就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就开始往上直接喷了1000刀，然后现场的支持者呢也进入沸腾。
但其实消息面呢，对于盘面整体的趋势它还是产生不了影响的。或许对于很短时间级别的这种价格会有影响，但是对于趋势是不会产生影响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